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大家都在问他是真找不到还是假的找不到，而原因是因为呢，大家昨天就问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说，那个韩国总统李在明就任了啊，请问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翻找了好久，结果说找不到。先来看当时的画面。Does the White House have a reaction to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Yes, we do. In fact, let me find it here for you. It should be somewhere in here. Thank you. We do not, but I will get you one, Jeff. 好，你相信吗？你相信白宫会因为这个韩国大选，他没有任何的回应吗？还是他是做样子呢？大家都在讲嘛，因为现在美韩关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不是关税也要赶紧来找他们谈吗？其实呢，中韩之间，你可以看得出来，中方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了。习近平致贺电说，高度重视中韩之间的关系。大陆方面呢，也坚守我们要守住建交初心，停止美方的那个挑拨。他们特别强调了，说美方要改自身的毛病啊，不要异想径向中国，停止挑拨中韩关系。韩国到底这一回这一个新总统就任之后，会怎么样来处理他跟美中之间的关系呢？你来看看他选的总理，也就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哈。他们选出来的总理是什么？曾经留学美国，也曾经留学中国，所以大家就在讲，是不是比起来，去过哈佛的，去过北京清华的，表示他跟双方都有认知，是不是要给双方一个所谓的等距外交呢？等距外交现在呢，首重是什么？首重就是经济呀。韩国现在经济马不瓦后啦，民生经济会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必须要心够巴斗。好，可问题是李在明为什么在就职演说当中不谈到中国呢？竞选的时候他一再的呼吁改善跟中方的关系，但就职演说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有点微妙咯，是不是表示呢？他希望修补中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他要的是刺激经济增长嘛。那华盛顿方面呢，又希望他在治中方面、反中方面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让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不太好讲呢。毕竟呢，大家也在问他们昨天到底有没有跟川普通上话。基本上李在明是间接的提中国的啦，他是说我将从国家利益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处理邻国关系，搬不走的邻居，那不就是朝鲜之外还有中国吗？其实现在川普他所面对的还有的是内外交迫。对内这个昔日盟友现在看起来对他不是太友善了。马斯克呢，直接在自己的Twitter上面 po 了这边一个文以及图，讲 Kill Bill 什么意思？不是要来叫大家看追杀比尔这一部电影，而是要说，请你打电话给你的参议员，给你的众议员，叫他们不要通过这个法案。Bill 其实呢，在美国这个美语来讲又是法案嘛。那为什么？因为呢，现在川普他所推的这个又大又美丽的法案是要减税的。那对于马斯克来讲，现在都已经要没钱了，你还减税，国家的财政过得下去吗？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甚至呢是恶心的怪兽。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川普现在据说对马斯克是没什么耐性，而且呢还讲说不知道两个人关系目前怎么样，川普会原谅人，但是他绝对不会忘记所谓的言语漠视这件事情。好，现在马斯克撕破脸了，以前本来说要给川普的那个1亿美元，可能不给了啦，因为呢，我就已经不是这么样希望你，不是这么认同你的政策了。他还会再支付这个支票吗？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川普现在呢，他对于他的经济状况，本来啦上个月的非农数字还蛮好的时候很有信心，但现在呢，小非农就业报告出来，发现状况真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川普就讲啦，一切都是因为联准会啦。鲍尔太迟了啦！你看看人家邻国，都已经怎么样降息9次了，我们连降息1次都不要，甚至呢，现在也看到财政部主动出手了，原因是因为美债6月到了，眼看
即将要出问题。联准会这边又不配合降息，刺激一下市场景气，对吧？所以呢，他主动出手来帮忙。100亿美元，通通拿去买短期债。未来长期债的部分会不会再出手？因为呢，他们就看到这个30年期的这个部分，好像呢已经要破5%的殖利率了。那就是不是表示红线画在这里？只要超过这个部分，其实美国都会出手来阻止呢。这个大家呢就在问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券回购行动，甚至有人说呢，这个叫做简易版 QE 政府版 QE 会不会之后还会再发生？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现在的状况到底有多差？这个呢是在美方他们的很多的包括专家啦、学者或者是业界上面都有人讲，很多人上门寻求财务整合，就表示他的状况不好，破产率据说正在飙升当中。那这就不限定于哪一个行业，而是各行各业目前市场上或者是家户之间的状况。就是如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对于川普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如果说呢，这个关税啊，或者是呢这个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大家都很在意美国的动态嘛。可是问到美韩之间的时候，川普说，翻了很久，然后发言人讲说，不好意思，没有这件事情，你相信吗？还是这是一个手法？可以说是卢比奥失职了，不一定是川普了不过这个川普他们当然比较喜欢尹锡悦嘛，因为尹锡悦不只是有史以来最亲美，而且还愿意跟日本和解。对，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这样的韩国的领导人啊？对不对？那尹锡悦那一阵子在搞戒严的时候，美国也不太讲话一直都知道没救了。才表态，所以让我觉得美国早就预期李在明会当选了，因为国民力量党分裂了嘛，72岁的，然后还有一个40岁的，那果然那个40岁拿了8%，对，刚好就是致命的，分掉了，就刚好致命的，不然其实还是很接近，你把两个加起来也是49比49，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啦，大概。还不知道李在明要干什么，因为李在明大家都预期了，因为他公开的讲话，他骂过尹锡悦嘛，是说他不能够因为了跟美国交往，然后去得罪中国、俄罗斯跟朝鲜，他认为这个是不宜的啦，所以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得罪中国、俄罗斯跟朝鲜对他的就职演说，他只有提到会维持韩美同盟的框架，没错。他并没有点名哪个国家，他只有说周边国家都要维持良好的往来所以基本上大家大概预期了，因为美军毕竟有基地嘛，然后关税战你也要跟美国谈，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反美啦，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可是他会努力去修补中国还有北韩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明显的。而且韩国坦白说，有很多制造业被中国追上那个压力很大半导体、成熟制程、造船、钢铁，很多都被追上了。所以，而且中韩本来就有 FTA 对，那现在可能想要谈2.0吧，是不是可以让我韩国的服务业可以进来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这样做啦，其实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啦。不过你可以看到那个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讲的话都没人理他了。他说：“你们别想要两头走军事跟美国合作，经济跑去跟中国合作，没有人要理他了大家还是这个过日子自求多福很重要而且美国目前看来的关税，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结束了，不会只有10%了这个不会是低标走天下就对了。不会你看他对越南那个立场，说你900亿洗产地你要怎么处理那韩国对美国还是有贸易顺差他一定会做一些要求啦，所以我并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大家都蛮挣扎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那至于这个美国财政部出100亿这个小事真的美国这个6月到期的美债
不过大部分是短债了，对，3个月到1年，大概有几兆吧。因为本来大家说4、5、6月加起来有6.5兆，那你100亿算什么啊？这个事情是这样了，如果联准会跟贝森特的面子都不管用，最后联准会还是要进场了，因为不能违约啊，违约是不得了的事啊。是啊，那反正短债先过关嘛，现在长债又没有人要买。好，请教一下陈峰老师。长债就付利息嘛，但是已经快付不下去了。这个美中韩，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美国现在是焦头烂额，对，我用焦头烂额绝对不是在唱衰，真的，他自从就任以来，他要解决的事情哪一项解决了？真的没有一项解决。在焦头烂额的美国来讲，韩国算什么东西？在美国的眼中，韩国就是半殖民地嘛，是听我话的小弟嘛。从来有韩国叫美国听话的道理吗？从来只有美国叫韩国怎么办？所以美国没有准备好回应也无所谓啊，真的无所谓。也就是说，连一句祝贺的这种绵绵话都懒得开口。可是对中国讲起来，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中日韩的，这是涉及到地缘政治也好，对，涉及到整个的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也罢，他当然是要借这个机会，把一个对中国没有恶感，甚至有好感的李在明，要好好的给他给抓着嘛。而且他给他的一个指标很清楚嘛，莫忘我们当时建交的初心，就是说一切以我们当时为什么建交，当时的建交很重要一个是什么？韩国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嘛，然后呢，韩国也需要中国大陆处理北韩的问题嘛，这是当时建交一个初心。这个初心莫忘，这个初心在这个前提下，你要去搞日本，你要去跟美国，那怎么做没关系，这一点要先能做好，这是在中国的立场态度是如此。那韩国呢？韩国我平常讲是一个被耽误的韩国啊。第一个呢，那个尹锡悦那也实在是一个天才啊，这谁会想到哇，自己把他自己搞成这样的下场啊？哇，那真是天才，我真的也只有佩服2个字啊。可是呢，这一来他留下的烂摊子是什么事情？亲美亲成那个样子，亲的要去唱美国派，有没有？那这多丢脸的一件事情啊！还有亲日亲成那个样子，韩国人都快发疯了。不过现在的尹在明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韩国。尹锡悦照这样子，照在讲，他的党应该要大败才对啊，从而讲没有败耶。这个社会是分裂的，对，一半一半，是分裂的，这么是分裂的。这个分裂真的是带冲突，怎么收拾旧山河？我真的是问号啊！再过来，因为尹锡悦的这个宝贝搞的这个事情，韩国空转了多久啊？这全力的真空，然后他的整个的交接是3天呢。挣钱的交接3天，因为这是补选不管怎么说嘛，那是那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全力真空了一阵子，然后空转了一阵子，现在全世界经济上它依赖的美国是蛮重要的一个经济依赖者，又出现这个样子，你说真的是韩国现在有够水进不到生菜龟哦，真的他会有够惨的，有够惨的。那么呢，另外来看呢，这个川普跟马斯克啊，我不想马斯克，你仔细去看，他从头到尾，他真的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想帮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必须开源节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节流。你不是他的做法这样，让美国再次伟大，就不能在美国继续在背债嘛，美国背债就不会伟大嘛，所以他的做法不就是？应该他的做法是这样子，他包含当时他选上之后赖在那个海湖庄园，大家都在干什么？现在猜起来还蛮重要一件，他认为他自己有能力不断的去说服川普，我可以把这一个债啊，可以大大的把它给弄下来。结果他发现不容易啊，国家的体制啊，跟企业的东西是不相同的是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源节流救美国，现在美国到现在为止开不了源，对吧？开不了源嘛，那节流节不了流，那只好怎么办？继续发债嘛。你除了发债，他有什么办法呢？是吧？这就是美国今天要面对的一个灾难。来，请教苑老师。这个我所知道的哈，最会吹牛的国家的个人呢，我认识的哈，印度人
最要面子的人呢是韩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要面子啊！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没有事情，韩国人的话都觉得你不尊重我，哇，不得了，要跟你拼命了。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李维特的这种啊，最后他找不到资料的时候，韩国人心都悬了。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尹锡悦的支持者是拿出美国国旗在首尔的。人家完全相信啊，认为说我这么贴你，那你应该知道我。后来他哈哈哈的时候，那个心都碎掉了heart broken 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韩国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在大家面前演了一个比韩剧还要血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暴力啊。那从尹锡悦开始啊，因为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尹锡悦走的事情啊，就是非常极端，而且的话呢，尹锡悦本身他不是单纯只有贴美国、贴日本的极端的，带着老婆啦，然后想法啦、观念呢，对着中国讲的话什么，各方面都非常极端的。在如此大的极端下的话呢，我上个礼拜听到李在明在选的时候啊，就听到2个负面的消息。一个说是现在的话，尹锡悦的支持者的话呢，要全力把他搞倒；另外的话，就是他有可能在投票之前被宣布有罪，不能投票。我还听到这个消息啊，然后突然一下子变成3天内要接任变成总统，你就知道韩国现在真的是这个用3温暖来形容的话呢，都不足以为过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这2个消息啊，一个是马斯克在骂川普啊，另外一个的话呢是这个贝森特买美债啊，这2个事情可以合在一起。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啊。如果说没有中国，没有人民币的崛起，如果没有这种非美元的去美元化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呢，其实美债根本就不是问题。贝森特做法的话呢，100多亿真的像亮哥讲的一样，这是小数额，因为他们一欠就是几万亿啊，对不对啊？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羡慕美国的生活水准啊，只要你愿意留在美国工作，只要你愿意到美国生小孩，只要你想读哈佛，那美国根本生活水准就没有问题，反正印出来就是美元。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马斯克讲得非常清楚，美国不能违约，美国不能欠债。然后马斯克讲说，在短短的几年不到，好像5、6年时间的话呢，你居然的话呢欠了10几万亿美元的债务的话呢，那么相对于此来讲的话，美国到最后利息付不出来，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每一年的收入大概付完利息后剩下不到2000亿美元了，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呢，没有办法维持，他自己那个军费的支出就8000亿美元。那各位想一想，在美国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没有钱了，没有办法支出他的，然后现在他们的负债的情况下，里面最大的一笔啊，除了这个一般来讲美国人的话呢，生活上很享受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学贷的部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影响的非常深远。然后这一次大而美的法案的话呢，那个 Q Bill 的话呢，他讲的是个 bill， 他这个法案绝对不能过，因为在众议院过是215比214，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和党人就2个了，不多了哈，就是已经倒戈了吧。但是就是倒过来，但是这里头的话呢，参院在投票的时候，他觉得绝对不能过，因为里面的内容当中就援助一些美国起码的福利 ，food stamp。食物券来讲的话，我在美国待过，亮哥他们都知道，搞不好留学生都领过。food stamp 的话呢，都出不完嘛，这非常重要的福利都取消了，然后大富人家反而拼命的减税啊，那这个还得了啊？那这个税钱又没办法补这个窟窿，那美国欠债当然只有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川普呢，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又对鲍威尔乱喊。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外行领导内行，美国惨了。真的惨了。是，其实对于川普来说了，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想要打这通电话，打给谁？当然是习近平啊！从他上任到现在为止，念念不忘与习通话。这个美国媒体就直接讲了 ，Politico 说的，总统似乎痴迷于与习近平通话，因为他相信自己跟他讲话之后，一通电话他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一些问题。好，可是问题是啊，这个先前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政策的这个高官就表示，北京对于软弱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你现在这么想跟他通话啊，他就一定不会跟你通话。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人呢是心底头呢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的。那如果他要通话才能够解决关税战的话，现在这一位这个呢是诺贝尔奖克鲁曼的学者呢，他就直接讲了，说基本上他的看法是这样。川普其实他是有台阶可以下的，也就是先前呢，让法院裁定他说你这个加税这件事情是违宪的，你其实就用国安的问题呢，你就可以走人了嘛。但问题是你呢不要，而你继续用国安为由继续征税，甚至呢还把钢铝税也加上去，法律的角色呢只会加深到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企业呢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所以
真的看不到这场关税战有任何收场的迹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个战场在哪里？很多人都说啦，中方插住稀土，就是已经让美国的磁铁行业有一点活不下去，因为人家现在已经干嘛？长臂管辖到稀土啊，那个磁铁啊，通通都装了跟踪系统。我不能卖到美国去哦，我卖给你，你不要转去美国哦，不然的话我不接受哦。现在呢，还只是部分稀土而已，之后包括了氢稀土元素，那个使用会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当中更加广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更惨。现在美国的汽车供应商已经讲了，说对于稀土的限制呢，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即时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让他们供应链断链的。那怎么办呢？作为企业主，你必须要自救嘛。政府没有要动作，政府没有要救你，你自己不救吗？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啊，不然这样啦。如果说呢，他不给我们货啊，我们就把工厂直接整个搬过去啊。所以回大陆避灾，把整个做这个磁铁的工厂搬到大陆去。再不然呢，就是部分的汽车零件，我呢生产完之后，然后呢在大陆这边制造，然后再安装到你那边去装磁铁，反正就是想方设法、想办法绕过川普的那一些眉眉角角，能够拿到磁铁，能够让他们继续做生意。这其实呢，就会让大家在想，到底你设的这一些规范是要救人，还是要害自己的子民呢？其实呢，现在川普是认为啦，他关税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来求他，没有结果大家都跑去中方了。我刚看到一个即时讯息说，澳洲的艾班尼斯好像也有可能近期会去中方访问。那马克宏啊、梅尔兹啊，这个是法德双方7月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中方访问。外国媒体还讲啊，说这两个人，你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是空巴的大股东啊，所以如果去的话，是不是之后就会卖空巴？毕竟现在呢，波音才刚刚拒收放宽了一点点门路，传出大陆又要卖飞机了，但这回买飞机很有可能就是买数百架的空巴飞机，而且呢，因为首领都来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在他们来的时候直接下订单，数量预测可能是在200到500架之间哦，那个数值也是很高，飞机一台不便宜呀。那至于法国马克宏去的时候，他们在地的干衣业者是最希望啦，赶紧把我们这些关税的问题处理好吗？谈判很积极，反倾销措施赶紧把它给取消吧。毕竟呢，在习近平跟马克宏通话之后，双方看起来氛围不错，现在是不是赶紧乘胜追击？而中方呢，其实跟他们见面，当然也会有一些战略上面的意义，包括了现在李强也跟日本的访问团见面了，希望的是日本的企业，其实你们现在也可以来中方发展啊，说他们绝对会高水准开放，深化经贸合作。那不是只有日本来而已，还有谁？南边的泰国，现在说太皇瓦吉拉隆功呢，也即将首访中国。那中方现在要端出最高规格来接待，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看起来啦，最想要跟习近平通电话的人肯定是川普，因为他光喊我要跟川普通电话啊，都不知道几次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根本的问题是根本不信任川普了。也不知道你讲话什么时候算数啊？所以我跟你打电话，你还出去狂吹牛，说习近平答应我什么？那怎么办？所以不能有这种电话。那你认为川普不会这样干吗？他这个人根本就是讲话完全没有信用嘛。你说让人家到7月2号，3个月啊。中国是到8月14号啊。对。欧盟是到7月9号啊。你怎么钢铝税又加了9到50呢？公然违约，那人家为什么要信任你？他随时想到就加到50，有这种事啊？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想透了啦，就是要么就全部都回到原点，你科技制裁全部取消，不然稀土就不用谈了啦。我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拉到这个调子了。那至于你提到说，会不会中重稀土之后，连那个轻型的也加进来啊？轻型的事实上产量是最多的啦。对呀。可是它更大量用在磁性材料。
那这最明显就是钋啦、铷啦、铯啦，一大堆啦啊，就是57到63周期表。那这个就跟那个汽车就更直接关系了啊。就是简单讲，就是永动马达只要有磁性的，从最小的那个微机电到最大的，通通都要用到，通通都要用到。所以我看你怎么办。而且我认为美国这个稀土缺货，恐怕大概在40天之后就会非常普遍了。1个半月内。对，事实上已经有，比如说福特他就把一个供应链有一个厂，他就暂时停工，因为你做车体没有意义嘛。那万一稀土没来，又不能组装成一部车，马达装不上，所以只好停工啊。只好停工啊。那再过30到40天，你就知道有多严峻了。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摆明了啦，你科技战给我退回去，那起码要换到那个最大的那一件，你把半导体取消制裁啊。可是我认为美国做不到啦，那就大家挨着嘛。我跟你讲啊，他已经从2014那次 WTO， 因为他败诉嘛，中国大陆已经得到教训了。知道要怎么样才不会输，而且我跟你讲，日本那一次从2010到2014年，然后稀土不是胜诉吗？在 WTO， 可是他从2010到2020他本来依赖中国的稀土是90%，那到了2020还是60%，你就知道他没有办法，找不到替代源啊。日本人已经是非常认真找替代源呢。像澳大利亚那家公司，它几乎全吃啊，可是还是没有办法。那美国是毫无准备，所以我跟你讲，美国这个缺货，它要解决啊，至少3年到5年啊，所以我认为相当的严峻啊。3年5年，你太看得起他了。就乐观一点。我认为他不用科技制裁的项目来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而且。他不是叫中国要多采购吗？对，说农产品啊、能源你多少买一点。结果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跟美国接触了，因为美国新闻把它登出来，中国就说我要买被管制的晶片，讲明了，我要买贵的，不被管制的。对啊，被管制的。所以我一句话就把它堵回去了，就变成这样啊，所以不好处理了，真的不好处理了。就是变成了各自有各自手上想要的东西，那看谁撑得比较久嘛。可是盛峰老师，你看现在基层《华尔街日报》所讲的就是不然怎么样，人家整条供应链就只好搬去大陆啊。现在这样对美国比较好吗？不用啊，就是闽南语歌曲那一首歌嘛，等呀等呀等无人，卡等呀是你一人。现在川普每天都要唱这一首歌嘛，已经他刚刚就练习了一下，对吧？我已经练他，你看呢？他等多久了？自己放了多少消息？包括这一次也是上个礼拜自己放的消息嘛，都是他自己，都是放的。为那时候急了，而且呢，我们谈判的过程知道，谁急谁就输。对，这很简单，而且你被人家看破了，而且不是普通人看到，一般人都可以看得透，不用专家，不用学者。那事实上呢，中国大陆要的是什么？就回到关系正常化。所谓的关系正常化，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回到全球化，大家分工合作，各有所需，各有所补，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有的，我花钱去买你就对嘛。对，我有的，我东西提供给你嘛。那其中呢，这个芯片呢，芯片是被卡的脖子面，可是最起码它今天5奈米以下已经没有，5奈米以上已经没有压力了。那个芯片，那个2奈米、3奈米。那是在微小才使用啊，那个使用的东西是不多啊，那大部分的话它不需要嘛，所以在这个5奈米以上的中国大陆慢慢会变成世界最大的输出国啊，现在它已经是占了蛮大的一个比例。可是稀土有个问题，刚刚亮哥讲说，我跟他开个玩笑，3年5年，因为稀土的问题不是矿的问题，是链的问题，还有一些链呢，还要是副产品。比如说铬，它是要是铝，你没有炼铝，你就没有那个玩意儿。那个是
副产品，那还不是稀土了。对啊，不是那个副产品，那个更恐怖啊。对，那挖矿，好的，你没有这个，我去挖那个矿就算了嘛，不是。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中国大陆过去付了很惨痛的代价，包含了这个什么能源的代价也罢，这个环境的代价也罢，才产生的东西啊。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我想到明天呢，我就可以去处理的事啊。还有全世界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跟美国去扯什么？第一个，老中顶住了，发现是有人可以顶得住的。更重要，大家发现你不是跟我谈关税嘛，你是来跟我勒索嘛。关税只是你逼着我去跟你谈，那一谈就出来，那不是关税啊，这个也要谈，那个也要谈，那国家懵了。更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摆置在整个的经济全球化的范围里，全球化是美国一手推动出来的嘛，因为全球化当时对美国是有利嘛，今天全球化对它还是有利嘛，因为只要依照这样子，美元能够在全世界各地用，偏了它怎么会有负债的危机呢？它印钞票解决问题嘛，全世界只有它有这种特权啊，所有的国家印钞票会有通货膨胀啊，那么他老兄印钞票是可以把世界的东西买到他那边去啊，对吧？但是你今天把这个路啊给截死了，你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金砖国家、这些正在上升的这些的大国，他现在感觉到的是什么？所以呢，应该这样讲，世界正在巨变中。但是呢，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啊，是台湾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巨变了。我们还在搞我们的什么罢免啊，有的没有的，还要什么改路名啊，还亲中的，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世界正在巨变中，但是我们不敢面对它，还想去抱美国的大腿，我们会付很惨痛的代价。请教苑老师。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就说过一句话：我们中国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稀土。那个时候我没有非常了解大陆的稀土整个开采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严重。第一个的话呢，乱七八糟，很多的公司被整并起来，现在变成北方稀土跟南方稀土因为我们从小读的地理就知道，那个原来的稀土当中什么锑矿啊，什么湖南兴化的锡矿山产地啊什么的，原来就是有产。大陆的稀土是非常非常丰富，南北都有，内蒙古也很丰富。那么在这个我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最大的问题，电话打不打得通，完全看中国要不要针对稀土放水中国针对稀土放水已经30多年了，快40年了。这个是为什么呢？有这种下场呢？首先，第一个在开采稀土，马斯克说过一句话：稀土并不稀奇，也不是什么土，稀土是包含了17种元素刚刚亮哥比较说把那个化学元素表背了一遍他没有背了一遍，没有人能够背这个。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整个开采对于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几乎一个山削平才能够提炼出一个稀土，就是几吨的一个稀土要挖平一个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要去这个提炼出来，这是什么样的稀土就是轻的稀土跟重的稀土，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距何止100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搞什么 F35，还甚至要搞 F47什么第6代，你这个东西都非常重要的需求。这个是部分的话呢，这个专利大概90%在大陆手里，能够提出怎么提炼。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提炼出来的东西，这个材料能够发展什么样的设备，你有什么帮助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的话有99%是在大陆的专利手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大堆这个新的名词什么加呀锗什么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专家中的专家的事情。那美国现在一看的话呢，不得了你再这样搞下去，我必须要强调。大家要知道，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话，他们是一场文化上的一种隔阂我们对他讲的话呢，通电话很简单，就是要有信用的人这讲话才有用如果我骗过你一次，你不可能愿意，你不可能再理我的，不可能被骗过的话就是渣男这没有考虑的必要，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川普就是心甘情愿当了一个主观的渣男。所以说，现在全世界只缺了美国，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大陆现在的话呢，跟欧洲来往。大陆现在的话呢，跟日本来往大陆跟所有希望的话呢，都以最大的诚意要来往。只有一个原因，大家都了解，在整个国际政治哲学里头当中，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实力，讲求的是各国家的利益。所以你只要有信用，对国家利益有帮助，你一定会做的。那只有美国不这样做，美国是自己搞。我说句良心话，如果说心向了中国，那美国总统我希望川普连任，你知道？他这个乱搞下的结果，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挖吉拉隆功啊，我对这个国王啊，我对这个泰王啊，我一直有意见的。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吗？现在泰国已经开放全中国的签证免签证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因为对泰国来讲的话，他们最重要的是观光嘛。那大陆的观光客到泰国的消费能力强的话，那很方便。我为了准备这消息稍微查了一下。哇！现在从中国飞到泰国，各个大城市里面都便宜得很啊，都便宜得很。为什么？去的人多了嘛。那大家都是为了生意，为了赚钱，为了利益。那没有像美国这种搞法的，以为大家都要过来跟我万国朝拜，这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说，特别对于川普来说，他还有一件事情他还得上心，因为他那个时候讲了，上任之后24小时我解决俄乌战。现在状况是什么？现在状况是乌克兰公布了当时蜘蛛网行动的照片了。他们发现其实呢，俄罗斯那个时候不是说这一些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等等都必须要停在陆天上吗？他们上面呢其实是有放轮胎的，那希望呢能够帮它遮蔽一下，就黑黑那个都是轮胎。但是呢，因为他们是用无人机近距离的攻击，现在把这些影像公布之后，当然就要表示说他立下了战功，他小兵立大功。可问题是这一些的做法，你认为如果你是强者普京，你看到是什么样的感觉？川普昨天呢跟他讲了75分钟的电话当然是跟他讲说不要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你觉得普京会同意吗？当然不同意。所以川普就直接跟他讲啦，现在我也很想要促成永久和平，但是他直接告诉我了这件事情，他一定得要报复，得要采取回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CNN 的讲法是说呢，因为踩到红线嘛，所以可能回应是加强飞弹、无人机攻击他们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当然，也有人会讲说，会不会上纲到这个战术核武等等的部分？不知道普京最后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他所谓的报复。但是美国立场其实也还蛮明确的，因为现在呢，发现在昨天应该是欧洲这边要开再一次的乌克兰相关欧盟北约国家的防长会议，结果 Hexas 没去了，这是开战3年来第一次美国防长缺席。五角大厦这边的讲法是说，其实呢，这个就是刚好有行程走不开。可问题是，你要知道，举措已经反映了美国正逐步跟俄乌战之间拉开关系了，之后会不会真的放手，全部让欧洲人自己去处理呢？现在也知道说，五角大厦好像正在计划把原本要给乌克兰的关键反无人机技术分配给美军，所以他对于基辅的这些防务承诺也正在减弱当中了吗？那对于美方来说，大家会想问，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把所有的力气全部抽，然后进到亚太？在亚太这边的这个重要盟友印度最近呢，则是自己要赶紧把内部给稳住，所以莫迪呢即将要访问克什米尔地区，为他的战略铁路来揭幕。当然，更重要的是稳住这附近，因为才刚发生事情嘛，稳住一下民心。那也需要强调，我们很棒棒，很厉害。我们的国产武器在上一回的辛多尔行动当中证明了威力。可是，其实外媒都在看，如果说证实有把你们的战机给打下来的话，那当时是不是有讯息上面的战争迷雾的一些误判呢？因为呢，这个是华邮采访了20多位的印度记者，还有官员，他们要了解的是虚假讯息，包括那个时候讲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已经被逮捕啦，什么印度军人已经进入巴基斯坦，或是巴基斯坦总理已经投降，这一些通通是假讯息。那个时候为什么印度媒体会把它刊登出来？他们为什么会被假讯息给淹没？大家想问，到底谁在做所谓的讯息战、心理战、资讯战、认知作战？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来看到了中方现在的解放军呢，确实他们的武力实力在往上走了，看到了他们第一次来公布这个霹雳15E导弹的全自动生产线。这里面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呢可以让它做全天候的使用，而且远视距的发射、多目标的打击，发射之后呢，它还会自动再对标等等。而另一个部分呢，也是你看到他们现在公布的是东风5号的洲际导弹核心数据。对于武器来讲，核心数据要让人家知道，要能够揭秘，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其实
已经是 out day 了哈，我再给你看没关系，因为我有更厉害的。所以呢，大陆这边的媒体中华军事就直接讲了，核心数据参数通通给你看，表示它已经有更先进的武器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要注意的是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新在实战上面、实际应对上面的一个例子是呢，这一回日方就讲他们在跟监中方的无人机，结果他们派出的是战机 F-15J。但毕竟是上个世纪的战机啦，哈，所以呢，当无人机突然之间升到了2万米的高空，升到2万米之后，就发现战机上不去了。那大家就会讲，这一根丢了，会不会最后真的有点落彩，有点跌骨呢？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讲到了军事，当然现在大家都在看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好，毕竟呢，他现在突袭的蜘蛛网行动。确实给了大家一些新的观念，但是也让俄方气炸。现在国际上在讨论2个最有代表性的以小博大的军事行动啊，就是胡塞武装对美国的航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打俄罗斯啊，因为这个案子真的太诡异了啦。因为乌克兰他是突击队员进入了俄罗斯境内，然后在俄罗斯境内采购零组件呢。是，然后在俄罗斯内部组装啊，连炸药都是在俄罗斯买的，怎么能够那么厉害？然后装上车之后，对，那个车竟然可以开到俄罗斯基地的旁边，大卡车，通通都没有检查到，那入境也是几乎是无人之境啊。我看普京要处罚很多人啊，哇，这个边境哨啦，还有安全的管制啊，等等等啊，我看要抓不少人。这个我觉得就是懈怠了，他完全没料到俄罗斯境内会有这样的攻击了，不过就是这个非常离谱啊，对，因为基本上它还有一些伪装的装置，可是它的无人机又不是多高级的无人机，它飞很低啊。我甚至还看过一个报道，说平均成本一架无人机只有$4000，那打掉了俄罗斯的军事资产图95战略轰炸，很多都是上亿的所以这个一定把普京给气炸了啦。我觉得美国的预期也是对的啦，就俄罗斯一定会发动大量的无人机加导弹的攻击，对，那一定会包括基辅在内可是可能还不止这个，我认为它的地面攻击夏季攻势可能就会立刻开始，那个夏季攻势。可能就会包括很多地方包括民生设施，对，民生设施也会可能这个苏梅啊、哈尔科夫啦、德涅伯罗，可能都会是被攻击的地方就全面推进了。就乌东而且他的目标可能就是我要你投降，可能会变成这样因为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在土耳其提出他的重点了啦，那欧洲普遍的感觉就是。乌克兰答应就是投降，就乌克兰当然没有回应嘛，还在开会前一天去炸你，对不对？所以我是不乐观啊，我觉得可能会更大规模的全面开战。好，到底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毕竟呢，这场战争，川普讲了，我上任24小时要解决它，目前看起来，难度非常非常高，甚至他可能根本就 tackle 了，我不管了，我退出了，有这可能性吗？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看到了，其实现在呢，在军事上面，基本上世界上的格局已经产生一些变化。来请教盛峰委员。这样子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武器是隐瞒实力，明明可以打145公里，告诉你叫做120，所以就是挥上去以为人家达不到，有没有？结果把它打到了，所以印度刚好颠倒了。我只能打80公里，我告诉你，我可以打200公里。这我不一样嘛，所以隐瞒实力啊，这隐瞒实力，这是那个霹雳飞弹，这大家讲说，你不是告诉我120吗？我在140的地方怎么被打到了？是不是很冤呐？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看呢，这
乌克兰不要兴奋一时啊，真的你会痛苦一世啊，真的。这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很奇特啊，面临绝境的时候可以逢凶化吉，然后呢转败为胜，但是大家一进到顺境就拉胯满天了，这个嘛也是很天才。不过最后我要讲，就是有关的整个的中国大陆的军武啊，我们来看呢，这个军武里面呢，战斗机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象征。战斗机的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第一个时代是动力为王，是速度要快，然后呢技巧为王，所以我才能够到你的后面来，我跟着你嘛，我在你后面来用炮打你嘛，我在后面来发响尾蛇会弹跟着你，按照这现在已经不是动力为王，现在是信息为王，也就是说我看到你，你看不到我，输赢就在这决定一半了。所以信息为王的情况下，那么不管是天上的预警机，不管是地上的雷达，不管飞机上的雷达，这个就构成了整个的你这个战斗里面的输赢。所以这一次里面就很清楚嘛，一个都在自己的这个领空内啊，然后互相打一场看不到的超世纪的战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息。可是第三个更重要，叫做什么样子？人工智能为王。为什么？因为这么多的信息，那人怎么判断呢？所以需要人工智能统合了之后，驾驶员就要有能力去做。那我要把这个飞弹是打到哪一个信息上去？所以现在整个的飞行员的思维跟训练可能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在这一次印巴战争里面证明了动力、信息、人工智能三者要合而为一啊。是，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好。节目最后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这个乌克兰真是不要命了，他对于这个俄罗斯送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啊。他是泽连斯基在公布的时候啊，整整18个月啊，然后他本身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各方面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居然没有察觉到，这个不稀奇。最难过的是普京本人了，大家知道他什么出身啊？他就是世界4大情报网的头子啊 ，KGB 的头子啊，他是驻东德的，可以说是当年苏联驻这个外地的里面的 KGB 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啊，是跟西方国家直接接触的。你知道 KGB 住在柏林里面的头子，那个他自己的训练各方面啊，可以说是他自己丢脸丢得不得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非常生气的，大家会想到。这个普丁本身呢，他自己发觉啊，他那个战略的轰炸机，我们刚刚聊到图95、图160战略轰炸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丢核子弹的啊，就是现在它被炸垮了以后，剩下大概2/3啊，它损失非常大。我看到的消息，根据 BBC 来讲，117架无人机起飞啊，然后呢，短短的时间内攻击最远的地方到达8000里啊。普通来讲的话呢，直接攻击成功的也有4000里，已经深入内部啊。那普丁根本就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他留下这个战略轰炸机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乌克兰的一条生命啊，所以他现在非常火大的时候，他克制自己，大家都发觉说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都不晓得到底会想什么做法。